枷锁第7章魔杖。设置好年龄和性别后，立时以第一人称为视角，看到一辆巴士车厢的内部坐着10几个人。因为是最后上车，你只能选择与其中一个人一起坐。镜头开始切换车内每个单独坐着的乘客，从前至后依次是朝你上下打量的中年妇女，将行李放在座位上的老头，张着口仰头打呼噜的胖子，戴着耳机心事重重的少年，面容姣好的女生，浑身刺青的莽汉。因为没有时间限制，你可以慢慢考虑，想好后再做出选择。测试继续进行。刚开始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设计相当不错，在少年与女生之间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这时靠窗坐的妙龄女子很有礼貌地微微起身，将她摊开的裙边重新收拢了回去，并施以春天般的微笑。车子开动，路途有些颠簸，好像行驶在某条山路上。你环顾四周，正好与前排嗑瓜子的妇女视线重合。韵味十足的妇女立时向你抛来了一个极有魅力的笑容。画面突然停止，出现了几个选择：向他点头微笑，装作没看见，迅速将视线移开，望向别处；走过去和他聊天，不理他，闭上眼睛假装睡觉。我思考了一会儿，选择将视线迅速移开。但当画面向后转动时，看到了斜后方有一双无理的眼神，正直勾勾地看着我的方向。那个坐在后排的莽汉，当我看到他一身刺青时，还是紧张了一下，只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何那样看着我。视线再次迅速移开，车身又是一阵颠簸，画面向右旋转。就在我看到窗外阴沉的天色中，车轮压过水坑，溅起2米高的泥水时，我的视线竟不自觉地落在了少女的身上。一头乌黑的长发笔直轻盈地披散着，仿佛瞬间闻到了一阵淡淡的幽香。不知不觉中，视线毫不抗拒地跟随着画面缓缓移动。白皙的肩头隐隐地泛着光，随着他均匀的呼吸，黄色的单衣竟也跟着上下起伏，似乎有一种淡蓝色清新的香气弥散在整个车厢。画面继续移动，我的视线像是着了魔一样的跟随着镜头。微微张开的白色裙边在车子的颠簸中左右摇晃，忽隐忽现，捂不住的荷尔蒙肆意扰动着强力的心跳。就在这时，少女的头轻轻地滑落到了我的肩部。一直到此时，画面静止，我才意识到摄影机的角度似乎已倾斜到了某种极限。随即又是几个选择，就这样随他睡去，叫醒他，轻轻地搂住他，先靠近他，闻一闻他的发香，再做决定。到这时，我注意到每道题的选项中多出了一个选择：退出测试。我想了一会儿，肯定不会选择第2个，但也不太会选择第3个，所以原打算选择第1个答案时，我的手指
却在按下鼠标前的半秒钟内，不自觉地移到了第4个选项。情景继续，少女突然惊醒，紧紧地皱着眉头，用一种极为不满的眼神盯着我看了一眼。我被吓得顿时面红耳赤，心想这下完了。没想到1秒钟后，少女竟撅起嘴，一手捂着口鼻，一手用力地在空中快速地扇着，就好像突然闻到了什么难闻的气味一样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原来不是因为我生的气。就在这时，我也看到了渐渐升起的青色烟雾。我顺着方向一转头，便看到了莽汉正用膝盖抵着前座的靠背半躺着，嘴里吐着烟气，并用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。看着他的眼神，我似乎悟出了点原因。我发现这是一辆封闭式的大巴车，身旁的少女不断地拽着我的衣袖，好像希望我能做点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前面的妇女打开了身边的一扇窗户，这恐怕是整个车厢中唯一的窗户，而且很小，并不能解决我们后排的问题。这时又给出了选项：当面劝阻吸烟行为，向驾驶员反映，不理会，先忍一忍，起身到有窗户的地方坐去，退出测试。我纠结了半天，选择了第2个。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激化矛盾的同时解决问题。驾驶员立时给出了警告，一时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他。莽汉狠狠地吸了一口后，将烟蒂踩灭在了脚下。当我看到他的眼神时，不禁感到浑身发毛。我认为他已经开始要针对我了。就在视线时不时地向窗外掠过后，又缓缓地在某处逗留之际，少女在枯燥无聊的颠簸中再次进入了梦乡。这一次，她的脸上竟显出了一种幸福的表情。也就在这时，身后再一次飘来了缕缕青烟，画面向斜后方一转，定格住了莽汉正在向我做出挑衅的表情。选项出现，我看着几个答案在心里预演着，却不禁产生了极其难受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是畏怯还是因为不想惹事。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人，该如何选择呢？直接在他脸上来一拳，起身与他交涉，假装睡觉，不再理会，再向驾驶员反映，换个位置，下车，退出测试。当时没有意识到，我其实已进入角色，真的以为我就是当事人。当看到这几个选项时，我疯狂地抓着头发，心率急剧上升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第1个选项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我仿佛已经感受到挥出一拳之后那种血脉喷张的快感，可我还是忍住了。就在2-3分钟后，我的头脑冷静了下来。我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模拟测试，其实选择哪一个都无所谓，只不过存在一个疑问：如果真的发生在那样千钧一发的高压环境下，真的可以做到冷静3分钟吗？我知道这的确很难，但我还是愿意选择再次向驾驶员反映，毕竟这仍是最优的选择，其次是下车。就在我做出选择之后，驾驶员立时将车停在了路边，向着莽汉走去。画面中每个人
都屏息凝视着驾驶员的身影，场面异常紧张，甚至有人瞪着眼张大了口。没想到的是，在两人交涉的过程中，莽汉一拳挥向了驾驶员的脸部，驾驶员也不示弱，抱住莽汉的头部，使其无法动弹。可就在这时，少女发出一阵尖锐的惨叫声后，镜头对准了莽汉的手部，突然亮出了一柄锋利的小刀，正缓缓地朝着驾驶员的腹部移动。我看着几个选项，用手抹了一把脸后，选择了退出测试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种考验人性极限的测试，如果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，根本无法完成。我不禁想到了大鱼，这款游戏真的适合他吗？我一个成年人都无法承受这样的考验，何况是一个不到14岁的孩子。想到他从测试房间里出来时的样子，我意识到这家游戏公司的确存在很多问题。测试结束时，魔杖却道出了这么一段话：如果灵魂驱动了身体，那么我将用欲望牵动你的灵魂。也许真的就像神话中的魔杖，只有靠不断吸收人间的灵气，它才能拥有无尽的神力。